美国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是放弃了原有立场，让某些国家措手不及，还是和立场没有什么关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南华早报12月24号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交了申请，就是申请18名官员到中国来参与奥运会这么一个签证。这个新闻呢，让大家马上想到拜登政府此前不是明确说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吗？然后大家产生了个疑问，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了个180度的转向？因为呢，在拜登宣布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有别的国家在仿效嘛？那么他现在又宣布要来18个，后边可能来40几个，这么多人都要过来，那么跟随美国的那几个国家怎么办？是不是呢被美国给甩了一把？那大家一起丢面子好了。另外呢，国内有些媒体说，美国这回派这个官员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新的阴谋。前面说不派官员，后边又说派人过来，在一般的老百姓眼里边，这个差距看上去非常大。其实呢，在官方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完全不意外的。因为根据美国的解释呢，这份签证申请一共18人嘛，其中15个是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还有一个是五角大楼工作的。申请的目的是提供安全支援行动。那么一说到这个安全支援行动，我大致就猜了一下，美国派人来是干什么的。而要说清楚这个安全支援行动，就要回顾到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当时是恐怖分子冲进奥运村，绑架了以色列运动员，最后被绑架的以色列运动员全都被杀，无一例外。所以到后来呢，一碰到这种大型国际会议体育赛事承办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就会非常紧张。你像我们办这个2008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的学生就在首都机场现场，在机场门口拿着爆炸物探测装备，是一个一个旅客一个一个行李筛查。白天是磨破脚，晚上回宿舍马上累倒瘫在床上。而就在2008年，国内某地的恐怖分子是真的要来北京袭击奥运会现场的。所以别以为恐怖活动只在国外有，我们之所以没出事儿，只是因为我们一直重视1972年慕尼黑的教训，这些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我们特别重视。就是这么多人在负重前行，所以我们才有现在的岁月安好。而且呢，我们搞这种奥运安保的目的，就是不让任何恐怖势力利用中国举办的大型赛事袭击任何一个国家运动员，因为他袭击的即使不是我们，只要在中国领土上发生恐怖活动，就等于是给我们栽赃。所以呢，说到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派人参加冬奥会，而且从他们的身份来判断，我感觉可能跟以前一样，是跟中国的有关部门形成一个临时的合作机制，参与保护美国运动员的安全。这跟以前美国总统访华是一样的，这些人都要先来中国做好协调工作，然后才是中美双方特种部队在北京开始联合行动，确保领导人安全，确保领导会晤这种事情不会被第三方势力利用。而美国的国务院呢，任务之一就是要承担与其他国家的反恐工作协调。五角大楼呢，肯定也不会为了保护运动员把特种部队派过来，但是呢，来一个人也很有可能是跟我们的反恐力量进行相关的情报信息对接。因为国家之间部门之间情报不分享，美国是吃过亏的，最大的亏就是那个911。中美双方在打击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方面有过密切合作，我们也从中学到不少经验和技术。因此，如果美国是因为这个目的来的，我想我们外交部还是会给这个签证的。当然，这前面的一切呢都是我猜的，如果我猜的是对的，也只是说明了美国官员参与冬奥会才是保护美国自己的最必要的手段。但是美国自己前段时间说不派人过来，现在坚持说这件事儿即使派人过来也不等于改变态度，那就有可能是当时没有把什么事儿都想完整，一拍脑袋做了决定，现在通过一些解释要把自己面子说圆。出这种事儿不奇怪，美国各个部门之间互相不协调，最后吵起来的事儿多了，这种案例以后我们可以慢慢聊。好，关于美国为什么派人来参加北京冬奥会，美国在反恐过程中又犯过哪些错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话题，以后这些事儿我们都可以接着聊。